你的眼睛比他的亮。前尘回忆都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舍去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，爱不愿沉睡，撼动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轨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行，寻觅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。爱就是生命里最美的意义。谢谢明姑娘，多亏了你的灵灯，我们才能脱逃。今朝，两个今朝。休息。今朝，我们先去找个落脚的地方吧。走。属下高萧参见圣宣大人。什么事？回大人的话，今天在任武盟，我又看见了那群阴魂不散的狂徒，还有那个一剑就把镇瑶给杀了的那个女怪物。圣宣大人，正武盟是天下第一门派呀，那帮狂徒要是跟他们合作的话，恐对我圣宗不利。不过呢，高萧略施小计，找人下了一点幻形香。正武盟要是知道那群狂徒里面有妖怪，那两者的关系那就是秋后的蚂蚱，长不了了。原来是你呀！啊，高萧，属下在。你此番立了大功，我定会保你继任宗主之位。谢圣宣大人，圣宣大人，高萧一定粉身碎骨报答大人的大恩。属下告退，属下告退。高萧，这笔账我替齐给你记下了。
怎么会？今天多亏了前辈，否则大家也不知道扁罗环的真面容，而且大家也并不在意你妖的身份。大家是这么想的？当然，前辈虽然是狼妖，却古道热肠，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好，也很帮助我们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前辈在我心里是非常仗义的兄弟和朋友。兄弟也罢，你不嫌弃我是妖，我便十分欣喜了。这个之前就想送给你。多谢前辈，只是这簪子是女子所用之物。前辈这是知道了？知道啊，就如同你知道我是妖一样。前辈，赵岩，贤清前辈，我给你。哦，对不起，那个，哦，放这了。那个，您继续啊。小昭妍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收拾发簪，不过分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不与前辈客气了。你是说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他的脸上有疤？这启元宗的圣轩，竟和我长得这么像，不会是兄弟吧？那我们追查启元宗，是不是就成了笑话？今朝说的不对，虽然扁大夫，啊不是。今朝就是今朝，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。你的眼睛比他的亮，你也比他温暖。怎么了？姐，你知道这些鳞片怎么回事吗？怎么又长出来了？哟，之前在福金堂吸食完起源珠之后，它就长过，不过它很快就消失了，我也就没在意。看来在印马河那一次，我没有看错。我在印马河也长过。姐，其实呢，你不觉得这鳞片挺好看的吗？挺好看的呀。所以呢，不要担心，千万要记住，不要把鳞片露给别人看，更不要告诉别人。连
韩昭言也不能说吗？他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吗？是好朋友才不能让他们担心。等我们找到证据之后，我们再告诉他们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可知错？被岳金钊打落了面具，是我的过失，但我不会后悔。三哥，小环，老大，小环他也是为了救齐，所以才……若是将他救出之后，立即离开，就不会被看见真容。按照横道中的规矩，明知故犯，该受什么刑罚？明知故犯者，当受雷刑。别去，你这时候去的话，只会往你三哥身上增责。落日村那次，你破事，清妃替你隐瞒，我也装作不知，没有追究，是因为你并未影响我们的大计。可这次，你暴露真容，我们的大计很可能会因此功亏一篑。老大，是我违背了誓言，任何错我都认。你只是嘴上认，你心里根本不认。如今与其命运相连的是岳金钊，不是你扁落环。岳金钊因你而生，于其而言，你是过去，他才是未来。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？我一直都明白，但是我不甘心。放过小环好不好？不是我不肯饶过他，是他不肯饶过自己。老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可知错？本就无错，何来知不知？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小环，是我散落万千的爱意，无法跨过的距离，是宿命。随风而行，我该如何才能平息？眼睛中你不能和你重叠着轨迹。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是我散落万千的爱意，无法跨过的距离，是宿命。你骗人！你的魅雷别
点的茶好香啊！小心烫。谢谢明秀姐，你真好。对了，贤清前辈怎么样了？不是说以后做兄弟吗？怎么还叫前辈？好，贤清。那我以后也叫贤清。小月，你可得替我报仇啊！嗯，当然啊，我和今朝已经说好了，这次一定消灭启元宗。各位，关于我跟扁罗环一样的事，今朝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我们能分得清楚。多谢。哎，不过你跟扁洛环两个人长得跟双生子似的，我们不一定能分得清你们的长相哦。但是但是我们肯定知道你跟扁洛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。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之前在福金堂的时候，启元宗的人就说圣轩要抓我们，后来在风烟驿，他们又指认扁罗环为圣轩。我之前就一直怀疑，扁罗环在故意设计我和齐，但具体是什么目的，还不知道。那我们就继续查启元宗，把扁罗环给揪出来。对。那目前就只有晶石这个线索，而晶石又在启元宗的机关箱里，那么必定跟启元宗有关。他还出现在了我跟齐醒来的屋檐村，再加上我跟扁罗环长得很像。今朝，不如我们直接去屋檐村找石奶奶问清楚吧。小月真是长大了。老三怎么样？他已经服过药，睡下了。其实老三也挺不容易的。当初为了制衡祝宇，让天晴之海把其交给我们之后，小环就整整陪了他10几年，一直都耐心细心地照顾教导他。那是因为其只愿跟他亲近。其失踪之后，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，身边就多了一个岳金朝。当时你觉得岳金朝和齐的共鸣远大于小环，所以你让他俩留在了人间，这样小环就永远都被替代了。那也不能成为他破戒的理由。小环并不是一个自怨自艾的性格，他能接受这个事情，只不过难免都会有一些不甘心。我还是希望你别怪他。你要知道，我从来不会怪你们。不会的。是吧？你再开始吧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上次不是说那个赵岩跟贤清两个？哎呀，总之他们现在真的在。就是啊。
你不会觉得他们两个这样很配？小月，但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啊，什么配不配呢？石方，我说的配是般配的配。昭妍是不是还在犹豫，要不要告诉大家你是女子呀？这以男子身份闯荡江湖习惯了，突然让我坦白的话，感觉有点困难。但大家都是同生共死的朋友，我不该再隐瞒了。走。啊，月姑娘，月姑娘，石方啊，对不起啊，其实我是个女孩。你孩子的衣服多漂亮，昭妍你多穿穿嘛。我之前一直误会你跟贤清是。不过现在看来也不算误会啊。不对，算误会。到底算不算误会啊？只是你之前是那个。走了，你这个废话好多。不是，她真的是女孩。早就知道了。男子也好，女子也罢，不管你怎么样闯荡江湖，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只要你喜欢就行。先生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还在为扁落环的事情烦心啊？我在想，这个扁落环到底是不是我的孪生兄弟呢？你、我、扁落环，我们三个人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？你干嘛？想那么多干嘛？我们这3年来过日子，不是一直有一天算一天的吗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？你说的特别对。乌岩村到了。这不是上次我们来无垢的位置吗？原来这乌岩村就在无垢的下方。紧张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再回来。是啊，就跟做梦一样。这里的屋子都翻新了，过得比之前好多了。这里的村子可真是一片祥和。是啊，而且这里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哦。月姑娘回来啦！那不是。石棒，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想吃鸡蛋面。哦，鸡蛋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。那你们的屋子在哪儿？最破烂的那个。走吧。哦。
3年前，我和金钊就住在这儿。看来小金钊和小月之前生活也不太容易啊。那时候我和金钊相依为命，就只有这间屋子，我们就住在一起了。哦，那时候他还总是不守规矩。你说什么？你干嘛要我整？你不就陪我聊聊天、瞧我瞧着时间过时代见吗？你刚才说的有点奇怪，你知不知道？哪有奇怪？你那时候就是在瞧我的疼。好嘞，聊正事儿。那咱们把这儿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在这边歇下吧。好。刚那3个村民背的，就是这种晶石。当初金钊就是用这种晶石换取了我们出村的路费，它很值钱的。这个晶石还能让豆包变强。这村子以前异常贫困，但是现在却比我们走之前好太多太多了。看来这村民暗中跟起源宗交易，将晶石卖给了起源宗，这才让村子起死回生。但这些村民看起来都很善良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啊？说不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起源宗的事情呢。齐说的对，乌岩村地处偏僻，他们也只是想改善生活罢了。若是这些村民跟起源宗沆瀣一气，我们想从他们口中问出些消息，可就难了。与其去问村民，倒不如直接把背后的人引出来。是啊，我们可以利用晶石，直接引蛇出洞。怎么引？先从石奶奶下手，她不一直是村里的管事吗？如果村子真的和起源宗有关系的话，那她一定不会不知道。真聪明。石奶奶，月小子，齐丫头，哎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让我看看。哎呦，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啊！石奶奶，我们来这儿是想问一下3年前的事情。3年前的事儿。是，3年前，您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？没见过。怎么了？那林渊说呢，他是当初发现我们在矿洞，把我们带到村子里来的。他我倒是知道，他和你们一起啊，在这个村子里头待了一段时间。不过你们走了以后，他也就马上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好像有人在矿洞附近发现了他。不行的话，你们就去找找他。还有一件事，石奶奶，我们来这儿是想查这村子里的龙晶。这块晶石是我们在起源宗的据点找到的。我不知道什么起源宗。石奶奶，起源宗作恶多端，您可不能帮着他们。石奶奶，就告诉我们吧。哎呀，我不清楚。月小子、齐丫头，这事儿啊，以后你们就别打听了啊！你们赶紧走，快走吧！哎，石奶奶，石奶奶。刚刚看石奶奶的反应，这村子应该跟起源宗有勾结，而且她什么都不肯说。分头行动吧。好。那洛兄、明姑娘、石方，你们去那边探查，我跟齐负责这边。石奶奶真的有问题吗？我也不清楚。看着不像啊。
贤清前辈。哎，哦，贤清前辈，论伪装还得是你啊，一流。听不懂啊，贤清，你能说人话吗？贤清应该是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怎么跟小昭妍一样，认错了狗啊？”说到监视，我留下来吧。那你还变狗监视吗？什么？贤清是高级的药，怎么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呢？啊，高级的药是什么药？就别问那么多了。有妖气。走，去看看。别跑！林元叔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秦丫头，月小子，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林元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路过无烟村呢，进来逛逛嘛，就撞见你们了。那你刚才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从这经过吗？可疑的人？没有啊。追丢了。林元叔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3年前你发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旁边还有其他人吗？怎么突然之间问起这个来了？林元叔，拜托你好好想想，这对今朝来说很重要。有没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没有。我3年前在村口发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躺在那儿，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不过后来发现你们没事儿，我就把你们送到村子里来了。哎，齐丫头，这3年过得怎么样啊？这3年，我和今朝一直在外游历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吃了很多好吃的，还交了很多好朋友。都交到朋友了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哎，月小子，你不要那么着急嘛。你每天就想着追逐那些天上的太阳啊、月亮啊什么的，你看看身边的人，看看身边的景，珍惜当下嘛，对不对？这几天啊，我就住在村口，有事来找我啊。林元叔再见。好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走。我也不知道月小子和齐丫头怎么会回来。从3年前采龙晶开始，我就记着您说的话，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可他们现在已经查过来，月小子和齐丫头是无辜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他们吧。若是不想你们全村人都断了生路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贤清为何还不回来？小昭妍是在担心我吗？有妖气。因为我们去追妖了呀。不对，你们肯定是跟妖有接触，才会产这么重的妖气。而且这个妖气，跟落日村遇见的硕玄很像。硕玄姑娘，月姑娘，月公子，你们之前说去追击妖兽，反而碰到了那个林渊书。难道林渊书也是妖？我一直把林渊书当救命恩人，今天我看见他身上挂着跟硕玄一样的鳞片，难道他们真的是一伙的？那他们不就救了我们2次吗？
一次是在雾烟村醒来的时候，还有一次是在一马河。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之前一直怀疑那个硕玄认识你。如果林渊书跟硕玄真是一伙的，那他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世，却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白忙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哎呀，不要这么紧张嘛！要不我去把林渊书抓来，对他严刑拷打，逼问出我们的身世。严刑拷打，你下得去手吗？好像不行。那个林渊好像一直在暗中看着我们，不如我们先看看他到底要做些什么。还有那个石奶奶背后的人出现了，他们管这种金石叫做龙晶，还商议明天引我们去矿坑，那个地方有人在等我们。行啊，看来大蛇是要出动了。齐丫头，月小子，石奶奶，月小子，石奶奶，齐丫头，快请坐。不来。晶石就在这张图标记过的地方。买家明天引回去矿洞，你们明天去。行啊，启元宗来了一个请君入瓮，那我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燃烧了曾经，忘记了姓名。面具背后的深情，只透过眼睛，谁能看得清？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，哪怕结局终究难逃宿命，孤注一掷交换一点灵犀的光明，留给爱无言的说明。看似随机的途径，燃烧的痕迹，都藏着秘密。不期而遇的剧情，都是我小心安排的注定。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，哪怕结局终究难逃宿命，付诸一掷交换一点灵犀的共鸣，留给爱无言的说明。
去。